在视频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有多少人觉得 SPO 这个品牌就是割韭菜的？它出的鞋又贵，实战性能又差，并且你在它身上还能看到非常多科比签名鞋的影子。在今年，也就是2023年，他们推出了Player One 2023款，整体的实战表现确实比老款有着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好巧不巧啊，奥拉迪波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受了大伤，这件事情又把 Player One 这一个鞋款，甚至是 SPO 这一个品牌推至了风口浪尖。但是往往能力越强的球员，对于球鞋的需求就越少，他们需要的可能只有抓地、重量以及可靠的后跟锁定，因为他们会进行极为专业的打脚，这是我们普通篮球爱好者很少会去做的事情。而回到 Player One 2023这一个鞋款本身，我觉得它没有任何问题，鞋楦收窄了，防侧翻脚的强度也加强了，把之前大家吐槽最多的缺点都进行了改正。除了在舒适度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小问题之外，它确实是一双足以应对高强度实战的篮球鞋。但是承认别人成功，往往跟承认自己失败一样困难，大家还是不愿意把成功这两个字跟 SPO 这个品牌关联起来。但是这一次的 Player One Plus 一定会让你对于这一个品牌有所改观。大家一直都在说它模仿科巴，但是这一次它甚至超越了科巴。欢迎收看第275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在外观方面 ，Plus 版本跟之前的普通版 Player One 设计思路是一样的，不管是鞋带孔的数量、鞋帮高度、后跟 TPU 的造型和位置，还是碳板的大小或者上翻幅度，都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这一次的 Plus 版本在售价提高10块的情况下，直接给到大家了双系统，默认为力量系统，外部放置了一副可供大家进行更换的速度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算得上是加量不加价。大底是这一双鞋身上变化最大的地方，整一个大底纹路都进行了重新设计，在抓地方面的表现依旧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拥有出色的抓地表现。虽然在吸灰方面比普通版要稍差一些，但是也还算不错。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只需要时不时的用手擦拭一下鞋底，就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而相比之前普通版本的大底，它提升最为明显的地方在于它的耐磨水平，纹路的深度以及粗度都比较可观，并且大底所使用的橡胶在硬度方面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在70左右，口袋里有米的兄弟即使想用来打外场也完全没有问题。在中底方面依旧使用了跟之前相同的抽拉式中底，而且如果你手上有其他 SPO 的鞋垫，在这一双鞋身上也依旧可以使用。在使用力量鞋垫的状态下，它的整体脚感会更好一些，缓震极限也会更高一些。不过我更加喜欢在这一双鞋身上使用速度系统的鞋垫，换上速度鞋垫之后，整一双鞋的感觉都变了。它的中底让我有了穿着科巴的感觉，中底的重心非常低，非常贴地，场地感表现非常拔群，并且在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几乎没有什么泄力的感觉，在发力的过程中，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并且在做到拥有出色板硬性以及场地感的同时，它的脚感也不会太硬，在正常的穿着过程中不会觉得它的中底硬如板砖，但是脚感并不代表缓震，它的缓震极限确实比较低，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我180斤的体重能明显感觉到它的中底被我踩穿了。那如果你对于缓震有一定的要求，那这一副鞋垫可能并不适合你，可能力量系统会让你有更好一些的体验。不过大家不需要担心，在使用力量系统的状态下，它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表现也绝对不算差，并且与此同时，你能得到更为出色的缓震表现。喜欢突破、喜欢更加极致脚感的兄弟，我绝对推荐你们使用速度系统。如果你想要更为均衡一些的中底表现，那力量系统则是更好的选择。这两副鞋垫穿在脚上有着不同的穿着体验，但是整体的中底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不过它并不能提供给你出色的滚动感或者是推进感，这一点元年科巴也同样不具备。如果你想要那种在跑动时特别出色的滚动感，或者是在突破时出色的推进感，或者是力反馈，这一双鞋可能并不能让你满意。但是它较低的重心以及硬度适中的中底缓震材料，让你在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
候，在突破的过程中，脚底下的感觉真的非常的直接。这同样也是科巴的魅力所在。我相信穿过科巴的兄弟应该都知道，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适中，穿在脚上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是前低后高的感觉。在运动习惯的适配方面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不管你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选择这一双鞋都没有问题，跑动时的感觉都比较不错。但是为了要去适配更多的脚型，它的鞋垫在足弓处做出的抬起依旧偏低。对于正常足弓或者是高足弓的兄弟，它在足弓处的支撑力度可能不太够。如果下一代能够在内侧足弓处加上一条面积稍微宽一些的这一种动态鞋带孔，让大家可以通过鞋带的松紧来调节足弓处的支撑，这样就更好了。毕竟这一类抽拉式中底的篮球鞋，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去更换鞋垫来提升它的足弓支撑，对吧？中底的整体刚性表现绝对是够用的，在中足部位的这一块碳板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中底刚性，并且前掌没有碳板覆盖的地方硬度也比较适中，在变向的时候不会有太大的阻力，同时也没有任何的穿着门槛，所有人都可以驾驭它。在鞋面的强度方面也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并且在侧面还有着大面积的热熔材料加强，加上大底橡胶的上扳，进一步提升了球鞋的侧向支撑。在做大幅度变向以及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它的鞋面可以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在做变向的时候不会再有像上一代身上那种不敢做动作的感觉了，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并且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它在鞋面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它的鞋带孔设计非常的靠前，鞋楦的宽度适中，对于脚型的适配范围非常广，基本上所有脚型的兄弟都可以选择它。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如果你的脚型偏宽，可以适当的选大一个尺码，这样可以得到更好一些的穿着体验。而在选择了正确的尺码之后，你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非常不错的包裹体验。而最前端的这一对鞋带孔可以很好的提升球鞋前掌的整体锁定，在做变向的过程中，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掉跟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整体的锁定以及鞋脚一体性都非常出色。而出色的鞋脚一体性也让你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它在脚上的存在感是比较低的，在实战的过程中，你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球场上。而在鞋面方面能找到的缺陷只存在于舒适度方面，鞋帮内侧拼接处的鞋面在系紧鞋带之后会有一点点磨脚的感觉出现，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的时候，球鞋侧面上扳的橡胶也依旧会有一点点顶脚的感觉出现。不过大家可以放心，这些舒适度方面的问题都不是特别的明显，并不会影响到实战。而且大面积的网纱鞋面也让它拥有了出色的透气性表现，夏天穿它打球也完全不会有捂脚的感觉出现，非常棒。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非常出色，虽然它的大底造型整体呈弧形，但是足够贴地的重心加上抽拉式中底的篮球鞋在这一方面先天的优势，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时候，脚底下非常的安心，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在重量方面，使用力量鞋垫的状态下，单支42.5码的重量是370克，在使用速度鞋垫的状态下，重量是353克，重量表现都比较不错。再加上它出色的鞋脚一体性，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非常轻质，球鞋的存在感非常低。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级，这一双鞋的整体实战表现真的非常棒。我一直非常喜欢科比8代，以前我也穿坏过不少的科比8代，但是科比8代的缺陷非常的明显，鞋面和大底的耐用性差，鞋面的支撑性也偏弱。而这一双鞋在拥有着跟科巴一样出色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的同时，它还有着更为出色的耐用性以及支撑性。抛开品牌不谈，我觉得这一双鞋就是加强版的科比8代，但是它还是有不少地方有着明显的提升空间，比如说鞋面的舒适度问题，比如说足弓支撑方面的问题。希望后面的时间 SPO 可以交出一双更为出色的鞋款，但是它1100的售价依旧偏高。虽然科比的签名鞋价格现在一直居高不下，但是那是科比的签名鞋，它存在着品牌溢价，存在着球星溢价，这些都是 SPO 所不具备的。并且后续科比独立品牌的成立，我相信科比签名鞋的价格也会慢慢的下来。我也希望 SPO 可以慢慢的把价格降下来。就现在而言，它的实战性能确实对得起它的售价，但是我希望这样优秀的产品可以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触及得到。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